秦大人亲自将沈从清送出秦府，他说道：沈将军，我离开之时，皇上又宣了几位大臣觐见，他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应该是要选取一名智勇双全的人前去茂县调查此事。秦大人突然对他说这件事情，那就是他觉得他们讨论的结果很大可能是沈从清前去，而此去非常凶险。秦大人认为那个人会是我。是。他沉默了，为了百姓出劳出力，他是愿意的。但是目前这个时候，小玲怀孕在身，他害怕幽冥的人会在他不在的时候找他麻烦。如果皇上真的下旨的话，他无法拒绝。他对秦大人拱手道：秦大人。秦大人连忙说道：沈将军，你这是作何？赶快起来。秦大人，若是皇上真的派我去了，此事蹊跷，解决起来恐怕会很棘手。我沈家本就不是变成人，还望秦大人可以多多暗中照顾一下我家中之人。沈将军，这是自然。多谢。沈从清离开了秦府，他回到了将军府。他吃过饭，白小玲对他道：从清，天有些晚了，你回去吧。他有些不舍，坐着没动。花仙楚见此，很是识趣地对东岳说道：东岳，带我去北院四处走走。是，花王妃。花仙楚与东岳两人离开以后，沈从清这才握住了他的手。小玲。今日我去了秦府。去那里做什么？原本是有事找秦大人，但是秦大人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儿？看他的样子，他似乎为了这件事情在犯愁。茂县水患以后，茂县百姓生病了。他原来是在为了这件事情担心。他紧了紧他的手，是在安慰他。他说道：从清，你也不必太担心，天灾以后出现流行病是很正常的，只要带几个太医去为百姓们治了病，就没事儿。是，但是朝中像你丈夫这样的文武全才不多，所以秦大人认为这次皇上会派我去。他一听瘪了嘴巴。古代交通不方便，虽说这件事情处理不了多久，但是从汴城去茂县一去一来也得1个月以上，再加上给百姓治病花的时间更多，那他岂不是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无法见到他了？他有些不开心，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若是皇上真的选中了你，你便去向皇上请旨，让其他人去。他这是在舍不得他，其实他也舍不得。小玲，君命难违，若是皇上真的下了圣旨，我若不从，便是抗旨。再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些费时。等到我将这件事情解决了，一定快马加鞭赶回来。他轻轻捶了他胸口一下。不许快马加鞭回来，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安全。我要你平平安安回来见我。我会平平安安回来见你。他本想将手放在他小腹的位置，碰一碰他们还没有出生的宝宝，但是当他快要碰到他小腹的时候，他却停住了。他问他：我可以碰碰我们的孩子吗？他笑着：从清，这是我们的孩子，你如何摸不得？我是你的夫人，你如何碰不得？说完，他主动朝着他的嘴唇亲过去，并不是蜻蜓点水的亲吻，而是缠绵的、持久的。他竟是主动的这样的亲吻他，这让他有些适应不过来。他身体里面的一团火马上被勾了起来，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小玲，不要这样。从清，我是你的夫人。他也呼吸急促，动了情。小玲，不要闹了。我不闹，我很认真。相公，你的确诱人，外面不知道多少小姑娘惦记着你呢。我看你这样也难受，不如你在我怀孕期间，你还是找几个姑娘。他故意说到这里，
然后将姑娘2个字的尾音拖得老长。小玲，你明知道我不会。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回去洗澡。小玲，你早些休息。说完，他便仓皇逃离。他要是再听他说几句话，便真的忍不住了。没过一会儿，花仙楚和东岳便回来了。东岳一进屋就说道：“夫人，我刚才看见将军匆忙离开，我向他请安，他都没有理会。”他脸上挂着淡笑，并未说话。“夫人，你和将军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东岳，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东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他会害怕的。”“是，夫人。”东岳退下以后，房间里只剩下白小玲和花仙楚。花仙楚笑着说道：“刚才沈将军虽说离开的匆忙，但是我却瞧见了他的脸红到了耳朵根儿。哎，你对他做了什么？”“不瞒大嫂，刚才我调戏了他。”花仙楚笑出了声儿。“我何时成了你的大嫂了？”“反正迟早都是，现在无人的时候，我便叫你大嫂。”花仙楚对于白小玲越发的喜欢了，他点了她的额头一下。“哎呀，你呀，你说你虽然嫁给了沈将军，但是你好歹也是名门出身，以后可不许说这等胡话，省得被别人笑话了去。”“大嫂，我是将你当做了自家人，我们又是2个女儿家，所以我才对你说这些话。我刚才所说的话，要是换了别人，我可不乐意说。大嫂，你和我见到的其他人不一样，你果敢、勇敢、坚韧，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身为弱女子，但是你从未退缩过，我心中佩服你。”“唉，好啦，我哪里有你说的这么好，倒是我还认为你与众不同呢。”白小玲笑着，她的确与众不同。花仙楚大概如何也想不到，在他面前的人的灵魂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人。“大嫂，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件事情。”“好。”次日，沈从清早早就去上朝。他昨晚睡得不好，所以今天顶着2个黑眼圈。他昨晚一直做梦，而且做的梦都是在和白小玲有关。他就连在做梦都很约束自己，心里记着如今他有了身孕，不可胡来。天色未明，天上还挂着缺月，他仰头看天，他真是太饥渴了吗？不过再坚持几个月就好了，从他现在的模样来看，他应该是对他不排斥了。小吴见他问道：“将军，你怎么了？”“无事。小吴，你且记得，从今往后，你要更加看好夫人，不能容她身边有任何不利于她的人或物存在。”“是，将军。”“各位爱卿，昨日茂县传来消息，茂县百姓自从水灾之后生了怪病，这次事情有些棘手，不知哪位爱卿愿意主动请缨，前去拯救茂县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他说话之时，虽说扫了早朝的所有官员一眼，但是最后却将眼光停留到了沈从清身上。好几位大臣都已经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其中一人拱手说：“皇上，我觉得沈将军少年英才，由他去最是合适。”“臣也觉得如此。沈将军在万千敌军面前尚没有惧色，茂县一事，沈将军定会处理得很好。”“沈将军一定会给茂县百姓带去福音。”“沈爱卿，你觉得呢？”沈从清向皇上行礼道：“皇上，臣愿意去茂县。”“不是已经内定好了吗？还问他个什么劲儿？”皇上大笑着：“好，好啊！沈爱卿能有此想法，真不愧是我东篱的大将军。此事略微复杂，待会儿下了早朝以后，沈将军便到朕的寝宫，朕要与你详谈此事。”“是，皇上。”他们走在长长的长廊上，走着走着，突闻一阵梅香，听一悠扬的琴声。他朝着琴声传来的方向看去，有一个身着银衣的女子在抚琴，另一白衣的女子在跳舞。
那女子身着白色流云万褶裙，头戴玉珠流苏凤头钗，她的一动一静皆是美不可抑，轻盈的好似雪地里精灵，下一刻仿佛就要飞起来。沈将军，这位是三公主，是太子殿下的胞妹，皇后娘娘的女儿。她自小就爱跳舞，她的义舞可是真的难见，就连皇上想看都要哄着她。不知三公主今日是为何事如此高兴，竟在此跳舞？老奴也有幸能与沈将军一起看三公主舞一曲。他只看了几眼，便收回了眼神。喜公公，走吧。喜公公有些惊讶，多少人想看三公主跳舞，求都求不来，而沈将军只看了几眼便要走。看来外界传言沈将军惧内，这是真的。虽然他自己还想看，但是沈从清已经发话，他只有遵从。是。两人刚转身，一个犹如黄莺般的声音从沈从清身后响起：“沈将军。”他停住了脚步，喜公公更是有些惊讶，三公主这是要做什么？赫连玉追了上来：“沈将军。”他转过身：“见过三公主。”沈将军不必多礼，沈将军这可是要去父皇那里。是。正好，本公主也有事情要去父皇的寝宫，便一起去吧。喜公公更是听得一头雾水，皇上没有宣见三公主呀。三人一同走着，赫连玉又问：“沈将军，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他有些懵，他们第一次见面不就是今天吗？刚发生的事情，他就算记性再不好，也不可能忘记。记得。我也记得，当初沈将军一身铠甲，是唯一一个被父皇允许带刀觐见父皇的人，可见父皇对你多么信任。他第一次觐见皇上，的确被允许带着兵刃觐见，但是那时候三公主并没有在场。他看着他一脸懵的样子，又是笑着。他早就听说东离出了一个大将军，他虽说在汴城皇宫之内，但是他听过他的名字，更清楚每一次从边疆传来捷报的时候，父皇大笑的样子。那时候他就在想，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大英雄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于是在他心里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兴趣。所以在那一天，他为了近距离看清楚他，于是穿上了宫女的衣服。他那时候就站在父皇的身边，当他看见他一身铠甲，意气风发地走进来的时候，一颗心竟扑通乱跳不停。这一次他听说父皇宣他去寝宫议事，所以他便来这必经之路跳舞，想要得到他的关注。没想到他真的看他了，虽说只有短短一瞬的时间，但也足够了。若是眼前这个男人就因为他跳了一曲舞就对他神往，就被他迷住，那么他倒是看不上他了。沈将军，你觉得本公主刚才跳的舞怎么样？这个问题又将他问住了。刚才他虽说被琴声吸引，看了他几眼，不过他当时想的是，这么冷的天，公主穿的这么少，她不冷吗？你冷吗？赫连玉愣了一下，不过很快他内心喜悦。冷。他满心期待，接下来他是不是就要将他的披风揭下来给他穿着？他看向他身边的宫女道：公主说她冷，你们没听见吗？还不赶紧带公主下去，多穿几件衣服。他说完这句话，喜公公的嘴角抽了抽，赫连玉则是一脸尴尬，然后一转身走了。太不解风情了，不过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不解风情。喜公公，走吧。是。喜公公心里想着，今天可真奇迹，三公主深得皇上、皇后、太子的喜爱，平时若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是肯定不会听话的。但是今天沈将军让他回去穿衣服，从他的表情来看，他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也去了。三公主这是喜欢沈将军？喜公公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可是沈将军已经有正妻了，公主若是嫁过去，那还不得低沈夫人一等？她可是皇室三公主，太子的胞妹，皇后的女儿。这件事情无论是太子、皇后还是皇上，都是不允许它发生的。皇上的寝殿内，沈从清对他行礼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连忙亲自去将他扶起来。沈爱卿，快快请起。这次茂县百姓所患的怪病，东篱所有太医都未真正见过，只有皇太医在见了那名被派去的钦差大臣回来患病以后的模样以后，皇太医携一众太医一起翻阅古籍，终于在一本古医书上看见了这种病。古书上面称之为姜毒。沈爱卿，此次你若大获全胜，朕一定重重有赏。多谢皇上，臣的确有所求。说。臣弟沈竹浪。他的话只说到这里，便没有再说了。皇上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思考了一会儿道：这一届的状元郎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现在朝中没有合适他的位置。若是一旦有了合适他的位置，朕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好职位。多谢皇上。沈爱卿，你且回去与你的妻子好好道别。茂县事态紧急，明日便起身前往。遵命。沈从清退下以后，赫连玉正换了一身白紫相间罗衫衣过来。喜公公见了他，连忙请安。奴婢见过三公主。他一脸喜色。沈将军呢？喜公公的脸抽了抽，偏偏沈将军从皇上的寝殿出来以后，就立刻回去了。沈将军家中突发急事，他先回去了。赫连玉听到这里，他有些担心道：他家中发生了何事？奴婢这就不知了。那他临走之前可曾提起了我？喜公公偷瞄了一眼赫连玉的表情，他将期待全都写在脸上。若是他此时得知沈将军走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提到他，那么以他的性子，他虽不会在皇上寝殿前发脾气，但是回到公主府以后，还指不定怎么作践公主府里面的丫鬟。沈将军他怎么了？由于这次皇上下的命令是10万火急的事情，沈将军已经回去准备了。对于那件事情，他也听说了。父皇有意让他去茂县，而且三哥也在茂县。听说这次茂县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儿，至于是什么大事儿，他倒是不知道。不过他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白小玲怀着孩子，自然不能跟随他去茂县。那么到了茂县以后，如果他遇到了他，以他的容貌和舞姿，再稍加诱导，只要是一个男人，没有不动心的。到时候他与他无名却有实，他身为正二品大将军，是国之栋梁，而他则是父皇的心肝宝贝，所以那时候父皇就算再生气，也不会处死他们。父皇极其护短，他不会残杀自己的子孙，孩子他会留下来，而且还会赐婚给沈从清。虽说沈从清现在已经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可以为他的平妻，等到白小玲死后，他就成为他的正妻。像沈从清这样的大将军、大豪杰，为了他当他一段时间的平妻，他是愿意的。反正就算他不出手，他的母妃和大哥也不会允许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公主成为比一个乡野村姑低一等的平妻。赫连玉道：我知道了，喜公公，多谢。赫连玉说完就带着宫女离开了。喜公公看着赫连玉的背影，他有些发愣。为何三公主听到沈将军没有提起他，他非但没有不开心，而且还很高兴？难道是他的说话技巧又提高了？他不知道的是，赫连玉回到公主府以后，带着贴身宫女怀香，偷着出了宫。沈从清回到将军府以后，白小玲已经为他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吃过晚饭，花仙楚依旧找着理由让东岳陪他出去走走。他们一走，又给沈从清和白小玲留下了可以单独相处的时间。
白小玲正在铺床，而沈从清则是看着她。小玲，有一件事情我要对你说。昨日你对我说的事情。他是东篱的大英雄，他自然不能当他的绊脚石。既然皇上已经下令，你便去吧。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走到他的身后，然后轻轻地从后面抱住了他，将头埋在他的发间。我有妻子，有孩子，还有娘和竹郎。只要想到你们，我就不会掉以轻心。最重要的是，小玲，我舍不得你。他由他抱着，双手放在他的手背上面，嘴角带着笑。好了，我在家里呀，会给你做很多好东西，等到你回来以后补偿你。你做了什么？现在先不能告诉你，等到你回来以后就知道了。他也笑。小玲总是会给我很多惊喜，不过当我走了以后，你没有重要事情，便不要出去了。我尽量。不是尽量，是一定要做到。好。他难得这么听话，他甚至开心。花王妃的事情，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今日我下朝以后，听到朝中大臣在商讨，西城王子醉酒之后不慎摔倒，磕破了头，最近正在家里养伤。西城烈既然散播出去这样的消息，那就说明花仙处在明里至少是安全的。但是西城烈摔伤以后，他就有借口多留在汴城一段时间了。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天了，但是西城烈并没有派人来寻找大嫂，那就说明他其实已经默认了大嫂住在将军府。沈从清哑然失笑。小玲，花王妃这还没有和大哥成亲，你怎么就叫上嫂子了？这还不是迟早的事情。真不知道该如何说你，不过这些话可不能对外人说。我自是知道，这话我就只对你和花姐姐说了。我对花姐姐说的原因是希望她保持希望，我对你说嘛。他笑了一下，然后回头抱住她。你也不会去外面告我的状。你呀。沈从清顺着她的头发，眼神已经宠溺到了极点。都是快当娘的人了，还这么古灵精怪。那你不喜欢吗？喜欢，自是相当喜欢。他笑着将头埋入他的胸膛，他在心里说道：我也喜欢，相当喜欢你，沈从清。两人就这么抱着，他闻着从他身上飘过来的香味，不一会儿身体竟然起了反应。他坏坏一笑：哼，从清，你是不是有反应了？东岳曾经对他说过，男人可以控制自己不去找小妖精，但是难以控制自己扑上前来的小妖精。他这一去就是几个月，他不在他的身边，可难保他会去外面偷腥，所以这也算是对他临行前的考验。他若经受了考验，他就可以安心在家养胎了。他若受不住考验，那么他可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小玲，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意思就是……他将手从他的领口滑进他的胸膛，然后摸着他的小腹。你是不是想要我？他的这句话，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简直比上次刘氏给他做的小点心吃了还要憋火。他按住了他在他身体里面乱动的手，声音已经沙哑的不成样子。小玲，别闹了。可你就要走了，你走以后我会想你，想你，但是又见不到你。听了他这样的话，他也忍不了了。他转身捧着他的头，然后俯身向下亲吻他的嘴唇。他的手也不安分地在他身上游走，一阵酥麻席卷他的全身，让他觉得呼吸也困难，但是却有一股难言的美妙在其中。他竟然一点都不反感他的身体了，他竟然享受这件事情，他竟然期待他的下一步动作。
但是很快的，他气喘吁吁的离开了他的嘴唇，他如同一春江水溢在他的身上。小玲，等你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再要一个。他嗔笑着捶了一下他的胸口。讨厌。他的这一句讨厌对于他来说那是相当要命，他就算自己意志力再大，在他面前也会被他给化成灰，所以为了他和孩子的身体健康，他现在必须早点离开。小玲，我明日便要出发了，今夜还想去看一看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男的女的？男的。他已经将他撩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应该放了他，看他究竟接下来会做什么。他松了手。天冷，记得多带些厚衣服，还有带一点酒在身上，喝酒御寒。如果那件事情实在太难，你也不必强求，完成不了，大不了我陪着你一起去向皇上请罪。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比起他让他成为人人称赞的大英雄，他更希望他们都平淡的平安生活下去。虽说他并没有说这件事情有何难，但是他家中还有一个大着肚子的娘子，皇上在这个时候让他前去执行这件任务，那就说明那件事情不简单。而他对他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是不想让他担心而已，这些他都明白。应了一声以后，他便匆忙离开了。每次东岳看见沈从清离开以后，他就会带着花仙杵回去。东岳到了屋子，他看着白小玲问道：夫人，将军为何又红着脸离开了？他笑了一下，然后道：东岳，给你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啊？你去南院找几个信得过的人，帮我盯着他。这是？我要知道有没有任何女性进他的房间，如果他出去，那么有没有出去见任何女性？东岳掩嘴一笑道：夫人，东岳知道了。沈将军。是我。刘大人，你可知道你生病了？生病？刘大人听得云里雾里。我没有生病。刘大人这次去冒险，可看见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他低着头想着那些事情，恐惧之色逐渐浮现在脸上。过了良久，他才缓慢说：的确遇见了怪事。我本奉皇上旨意前去冒险寻找三皇子。三皇子前几个月给皇上写了奏折，奏折上说他会在年前回朝，但是快过年的时候，三皇子依旧没有回朝，也没有写奏折告诉皇上。皇上心中担忧，便封了我为钦差大臣前去冒险。一来是查看冒险水患处理的怎么样，二来便是去看望三皇子究竟如何了。那你看见了什么？刘大人摇着头，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守在最严重的那个村庄，全村半数人几乎都感染了一种怪病。我让随行的太医看过了，太医也查不出来是怎么回事，说是中了邪了。那些得病之人平时看起来好好的，但是一旦发病，那便是双目猩红，眸色浑浊，见人就咬，而且醒来以后还对之前的所作所为都不知道。他说着说着，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小。他突然想起被患了那种怪病的人咬伤以后，有的人也会得那种怪病。自己刚去的时候，曾经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小女孩在哭泣，他前去询问，却被那个小女孩给抓住了手臂，狠狠咬了一口。那时候太医给他及时的包扎了，而且过后他没有感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难道……他一想到这些就变得害怕起来。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若是真的患了那种怪病，那可如何是好？沈将军，你既然来了这里，是不是来帮我的？刘大人，在你犯病之时，宫中各大太医已经瞧过了，他们皆是不知道解救之法。但是皇上今日下旨，让我明日前去冒险。若是我能找到解救之法，定会将刘大人的怪病治好。不过在这之前，
我需要刘大人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好。刘大人说着，眼色朦胧。此事若是被他家里的婆娘知道了，他可多担心。如此这般，还不如就让他以为他还在茂县好了。茂县内患病的村子名叫春水村，老人小孩居多，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找工作了，我就去住了几天。但是发现我留在那里对他们毫无帮助，所以就想着要尽快找到三皇子，然后回到汴城，将这件事情亲自禀告给皇上。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没有找到三皇子，更有甚者，春水村的村民居然说他们没有见过三皇子，而春水村外面的村民却说三皇子来了春水村。沈从清听到这里，他眉头微皱。还有这等事？不仅如此，当初三皇子来茂县治理水患，带了100亲卫，不仅是三皇子，就连他的100亲卫也没了踪迹，就如同凭空消失一般。我不信还有凭空消失一说。沈将军，之前我也不信的。这自古都有一个说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春水村外面的人都一口咬定三皇子带着他的亲卫进入了春水村，就连县长也是这般说。但是春水村就那么大，我几乎将春水村都掘地3尺了，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三皇子。无奈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拖了，于是这才回了汴城，向皇上禀报此事。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着沈从清，眼眸之中竟是又泪水闪烁。沈将军，你老实告诉我，我真得了那病？是。他听到沈从清的那个回答，心凉了一大半，整个人也没了什么色彩。小玲，我离开以后，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了，你放心吧。若是西城猎来将军府强行要人，不可与他直接冲突，有时候也可以服软一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他看了看早就准备好的侍卫们，然后说道：从清，弟兄们都等着呢。反正都等了这么久了，再多等一刻也无妨。是啊，嫂子，多等一刻也无妨。是啊，嫂子，多等一刻也无妨。只要想着他们回来以后会喝到白小玲酿的酒，吃到她做的饭，别说再等一会儿，就算等到今天天黑再走，他们也乐意。他们都这么说，白小玲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刘氏被老嬷嬷扶着出来，她双手捂住沈从清的手，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从清，你这次要出去做事，会不会有危险呢？想着上一次他外出从军，得到他战死的消息以后，他差点哭瞎了眼睛。如今好不容易一家人团圆了，如今他却又要走了。他虽说是个村里来的老太婆，不懂许多道理，但是他也知道，他身为大将军，做这些是他的责任。但是他作为他的娘亲，他是真不愿意让他再出去做那些很危险的事情。娘，你放心，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等我将事情完成以后就会回来。虽说沈从清一再强调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危险，但是刘氏还是不放心。从清啊，凡事不可太冲动，做任何事情之前，你都要想着你家里还有妻儿老母。娘，我知道。大哥。人群中传来了沈竹浪的声音，他们随着声音看过去，只见沈竹浪正匆匆往这边赶过来。大哥。竹浪。他走到了沈从清的面前，还喘着粗气。大哥，你这次为何走得如此匆忙？事态紧急，不可耽误。大哥，冒险一事我有所耳闻，您可一定要小心。沈竹浪在刘氏和白小玲面前不敢多说，但是自从他昨晚得到沈从清要去处理茂县的事情以后，就一晚上没有睡着。他们翰林院是负责编辑皇家史书，每当皇家发生重大事件，都会第一时间送到翰林院来。三皇子失踪一案太过蹊跷了。竹浪，我知道。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我走了以后，
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了，你要照顾好娘和你大嫂。沈竹浪听了他的话，有些发愣。大哥他竟然让他照顾娘和大嫂，难道他就不怕吗？沈从清看出了沈竹浪的疑问，他拍着他的肩膀：竹浪，我信你，也信小玲。听了他的话，沈竹浪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会照顾好娘和嫂子。小玲，若你想我了，可写信给我。大队伍慢行，从汴城到茂县，虽说要1个月的时间，但是快马加鞭，只需要10来天的时间。若是日夜兼程，时间可以再提早一些。所以，你若想我，就告诉我，我回来看你。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那他得多累？有他这句话就够了。我可不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呢。从清，你给的东西我都放好了，想你的时候，我看着你给我的匕首就行。你好好做好你的工作，等到那边的事情结束了，再回来看我。时间也是差不多了，你快上马吧。这几天，白小玲、东岳和他一直在北院绣一样东西。白小玲的绣工不好，所以都是白小玲指挥，由花仙楚完成的。赶工5天，他们终于将这个东西做好了。这个东西他以前并没有见过。小玲，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花姐姐，这个东西叫降落伞，能够救人命，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还太小，不足以救一个人的性命，但是可以救一个鸡蛋的性命。花仙楚听得有些糊涂，这个小小的东西竟然能救人的性命，还能救鸡蛋的性命。白小玲让东岳拿来1颗鸡蛋，他将鸡蛋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又找来了沈从清给他留下的侍卫左青。左青是沈从清的侍卫里面武功最高强的一位，而沈从清最终将他留在白小玲身边，大概还和他是他的所有侍卫中的唯一一个女性有很重要的关系。左青对白小玲行礼道：夫人不必多礼。左青，你拿着他们，然后爬到房顶上，将他投下来。左青有些疑惑，不过他还是按照白小玲说的做了。他拿着降落伞上了屋顶，然后在白小玲的指挥下，他将盒子上面的降落伞舒展了一下，握住盒子的手就松开了。在盒子下落的过程中，降落伞被风撑得完全展开，盒子下落的速度减慢，最后平缓落地。左青从屋顶跳了下来，东岳跑前去查看盒子里面的鸡蛋。夫人没碎。左青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他也亲眼瞧见了，这枚脆弱的鸡蛋就是因为绑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被他从屋顶扔下来也没有被摔坏。看到白小玲的鸡蛋实验，花仙楚立即知道了他的意思。他是要让他和鸡蛋一样，就算从很高的地方摔下去也平安无事，然后他就可以用另外的身份和白千云在一起了。东岳、左青，对于近日在北院看见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是，夫人。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这些天就要辛苦东岳和花姐姐，你们要做一个更大的降落伞。花仙楚一想到等到他死后就能真正和白千云在一起了，他就十分开心。小玲，你放心，我会尽快将那个东西做好。北院的偏室内，男子如玉的声音响起：东来，你的字写得差不多了，我今日便要离开了。东来有些舍不得。老师为何今日就要离去？东来还想再学一些字。东来，以后你读书写字，自然会有书院专门的夫子教你。东来低着头，他小声说：可是，东来舍不得老师。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他抬起头，眼眸之中闪着光。真的吗？男子摸了摸东来的头发。当然是真的，只要东来以后告诉我关于将军府的事情，我便每月都来见东来一次。不行。他还是笑着。老师知道我们小东来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姑娘。
但是老师想要知道将军府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想要保护他们。东来睁大了眼睛。真的？当然是真的。从东来的表情来看，他似乎是相信了。小孩子，特别是从小缺爱的小孩子，只要给他一些关爱，他总事事依赖自己，信任自己，然后为自己所用。他微笑着看着东来，然后将一块点心放在他的手心里。那么东来可要心细一点，仔细地瞧清楚每一天夫人发生了何事。老师离开将军府以后，不合适天天来这里。东来已经学会了老师教给你的特殊文字，到时候东来就用我们的秘密文字书写，然后将信交给将军府外面的一个小乞丐。东来看着自己手心里面的点心，他也笑着，然后将点心放在嘴里吃了一口。点心很甜，老师对他很好。哦，老师，东来知道了。他又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夫人现在怀着孩子，身子很容易疲软，老师不便去打扰夫人，这封信便由东来转交给夫人。好，去吧。他看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这个女娃好听话，真是有些不忍心利用她呢。而就在东来离开北院偏房以后，他便离开了。谋划多时，只为朝夕，那件事情就快要有一个了结。东来拿着信到了北院的主室，也就是白小玲的卧室。东岳见了东来，他问道：妹妹，你为何来了？东来举着手里的信，然后跑到了白小玲面前。哦，夫人，这是老师给你的信。给我？东来将信交到了白小玲的手里。白小玲看着信封上面苍劲的笔锋，他为何要给我信？他只与东来的那位老师见过一面，说不上来为什么，他总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教书先生。但是这些日子，他只是在偏房里面教东来写字，从未踏出偏房一步，而且也并未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所以他没有仔细琢磨关于他的事情。东岳，你是从何处找来的这位教书先生？夫人，我是在将军府外面贴了招人启事，他是自己来应聘的。那时候管家也在，我们查看了他的家底，他家底很干净，而且人长得也干净。最重要的是，他写了一手好字，所以我们才招了他。他是什么背景？他叫荣清，家住汴城第6街78号，父母病逝，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他以前在白鹤书院念书，后来家中遭遇变故，所以也就停止念书了。这些年，他总是游走一些地方，教一些没有条件念书的孩子读书写字。他有些疑惑，那他应该不是一个在乎钱财的人，那他为何要来将军府当教书先生呢？东岳笑着说道：夫人，荣清先生虽说不在乎钱财，但是他父母已经亡故，他又经常游走四方，教那些无法上学的孩子读书识字。若是不偶尔出来赚一些银子，那么他要如何维持生活呢？他竟是没想到这些，那么说来，他只是短暂的留在将军府而已。荣清先生何时离开？原本我们讲好是3月时间，不过前几日荣清先生找管家说，他说他家中有事，所以要提前走。我们原本讲好3月的工钱是10两银子，但是他只要了5两。夫人，这封信就是老师让我给你的告辞信。白小玲看着手里的信，他走了。东岳，待会儿你去账房里面取5两银子给荣清先生送去。他虽说没有做满3个月，但是他教东来教得很好。夫人，老师的确教得很好。东岳对白小玲行礼道：是，夫人。嫂子，你交给我的事情做好了。主浪，明日你且正常去翰林院。他有些担心，他们的那个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他张了张嘴，本想说更多，但是话到嘴边只说了1个字：好。次日清晨，花仙楚一个人坐着一辆马车，马车外面，西城烈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马上面，他带了随身的10几个侍卫，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汴城外而去。
西城烈对外宣传，他要赶在王妃回西城之前带她出去踏青。已是到了汴城外，他下了马车，西城烈下了马，两人一同走着。他走在离他2米远的地方，不靠近他，却也没有夸张地远离他。西城烈的10几侍卫皆是跟在他们身后10几米的地方。他突然看向他，嘴角含笑。他愣了一下，花仙楚竟然又对他笑了。他嫁给他的5年时间里面，这是他第2次对他笑。他不得不承认，花仙楚的笑很好看，很夺人心。西城烈，他叫了他一声。奇怪，真是奇怪，花仙楚不仅对他笑了，而且还主动叫他的名字。以往只有他气急了才会叫他的名字。你这次来东篱，其实并不是为了陪我来探望我的父母，对吗？他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开门见山。既然他已经猜到了，他也不必瞒着他。是。那你的事情做完了吗？还差一件。还差一件？那件事情就是换了他这假公主，娶东篱真正的公主回西城，助他登上王位。我帮你，如何？他也笑。你可知道我要做的事是什么事？他点头。知道。他愣住，脸上的笑逐渐消失了。你知道？是。他的表情看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且还很舒心的感觉。他继续说着，我嫁给你5年了，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人间极寒。花府、花大人、花夫人，他们原本是我最后的温暖，可你生生将我最后的温暖变成尖刺，刺入我的心。西城烈，我对这个人世间太失望了，失望到想要死去。说完，他便朝着桃花深处跑去。西城烈一愣神儿，随后追了上去。不知为何，他听见他这么说，心里有些疼。他对他笑，和他正常的交谈，仿佛5年前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他应该是喜欢他的吧，就算知道他心里喜欢着别的男人。他原本以为他只是说着玩，和他闹脾气，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看见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黑衣人。他大喊一声：花仙楚！然后脚下的步子加快。西城烈的侍卫听到情况不对，也快速赶来。黑衣人举着手中的刀朝着花仙楚砍去，西城烈扔出手中的匕首击打在刀刃上，这才使刀偏离了一些，没能砍到花仙楚。他依旧在跑，似乎突然跳出来的黑衣人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认得黑衣人的衣服，他们是幽冥组织的人。他再将他说过的话再在脑海中过了一遍，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他脑海中浮现而出。他买凶杀自己。他一边跑一边笑。西城烈，你终于要摆脱我了，你终于要完成你的愿望了，开心吗？不开心，就是一点都不开心。你们不要伤害他，买主给了你们多少银子，本王子付10倍的价钱。他的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花仙楚！从桃林之中飞窜而出一抹黑色的身影，将黑衣人一下子踢翻。他一手抓住花仙楚，一手拿着刀与黑衣人搏斗。西城烈也是赤手空拳，与再次出现的多名黑衣人打斗中。姑娘是谁？为何出手相救？左青一边打斗一边说：我乃将军府之人，奉夫人之命，暗中保护王妃。西城烈愣了一下，竟是白小玲派人来保护花仙楚。多谢。不必言谢，夫人与王妃是多年的好友，而且夫人早就看出王妃不正常，所以才让我前来。就连白小玲都看出来的问题，他竟然直到他亲口告诉他，他才知道。黑衣人已是越来越多。你带着王妃先走，本王子殿后。好。左青带着花仙楚朝着他们预定的那个方向跑去。
西城烈的侍卫赶到，他们杀出重围以后，也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来了。悬崖上面，左青对着西城烈说道：“王子，王妃很安全。”西城烈提着刀，脸上也挂了彩。他的笑还没有来得及浮上脸，花仙楚对他惨烈一笑：“我说过，要成全你。”说完，他转身跃起，朝着悬崖下跳了下去。左青惊恐之余没能抓住他，西城烈飞身而起，却只抓住了他的衣服。他的那件白色的外衣飘起，然后又落了下去。他趴在悬崖上，大喊他的名字：“花仙楚！”看到他跳下去，他的心是抽痛的，但是他就算痛，他也做不到自己陪着他跳下去。这里太高了，悬崖下面竟然还有浮云，落下去不可能生还。左青一脸震惊地看着西城烈与飘在空中的衣服，演技爆棚。王子，刚才王妃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管是什么意思，都不能让左青知道左青是白小玲的人。他起身对着他的10几个侍卫命令道：“传我命，发动汴城之内全部西城人士寻找王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他眼中泛着狠光。西城国无限期打压幽冥组织，永无止境。10几侍卫跪地齐声：“是。”左青心想，他这么确定他们是幽冥组织的人，这就说明西城烈之前接触过幽冥组织，而且还对他们很了解。而西城烈刚才的表情不像是装的，难道在他心里，他其实是对花仙楚有情的？西城烈吩咐完侍卫，他侧脸对左青道：“姑娘，回去复命吧。”他双手抱拳，告辞。左青离开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接下来就看白大少爷的了。花仙楚在坠入浮云层之后，他就感觉拉开了那根绳子，身后的降落伞打开，他能明显感觉到下降的速度慢了一些，而且速度越来越慢。他看见下面，他穿着一袭白衣，神情紧张地看着他。他张开双臂，他来了，来了。仙楚，白哥哥。他也张开手臂想要接住他，但没想到后力太足，他将他压倒了。降落伞将他们2人盖住，他在他上面，然后对准他的嘴唇轻轻贴了上去。他很清楚地听到了他们2人的心跳声，很清楚地看见他的脸红成天边的火烧云，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紧张与兴奋。白小玲对他说过，西城烈定是会下山来寻，他会要求手下死要见尸，活要见人，他们要迅速离开这里。花仙楚从他身上爬了起来，然后2人开始将降落伞收起来。他牵着他的手往林子的深处走去，只要走过这片林子，外面就有他的马车等着。这一段时间，他要将他藏起来，藏到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而他这段时间一直是对外称病，他也可以与他一起藏起来一段时间。白千云嘴角带着笑：“仙楚，我终于等到你了。”他脸色绯红。白哥哥，我也是。花仙楚与白千云出了林子，他坐在马车里面，他驾着马车带着他去寻找那一处世外桃源。将军府内，左青回去复命。夫人，事情成了。听到左青的话，白小玲悬在半空之中的心才落了下来。这件事情尽管他们已经在心里演练了好多遍，但是事情没有成功之前，谁也不敢说万无一失。如今听到左青这么说，他才得以放心。赫连玉与梅香都是穿着一身男装，梅香提着灯笼。三公主，我都打听好了，沈将军今夜就在此处落脚。赫连玉拍了梅香一巴掌：“对你说过多少遍了，在外面要叫我公子。”“哦，是公子。”2人走在驿站外，驿站门口有沈从清的亲卫守着，他们进不去。2人围着围墙走了1周，最后发现有一处围墙靠着一棵桃树，桃树很大，而且桃树的有一部分深入了驿站内。
如果爬上这棵桃树，就可以进入驿站了。巡逻的亲卫听到声音，他们赶过来。将军，这个人夜闯驿站，你们将他带下去审问，看他此行的目的是何。梅香好不容易爬上了桃树，就听见沈从清要让2名亲卫将赫连玉压下去。啊！你们不能将她压下去，她是三公主赫连玉。赫连玉瞪了梅香一眼，以沈从清的性格，当她公主的身份暴露以后，他会将她送回汴城去。三公主？赫连玉有些不满意她的反应，他们也才10几天没见面而已，她竟然不记得她了。但是想了一会儿，她上次那一舞那么惊世骇俗，应该给她留下了不浅的印象才对。一定是她现在穿着男装，所以她才没能认出来。她轻轻地咬住下唇，对她眨眼，然后娇声：“沈将军。”2名亲卫一见，各自打了一个哆嗦。完了，三公主这是要诱惑将军。然而将军那么惧内，如果这件事被夫人知道了，将军回家肯定会被家法处置。沈从清的内心已经一个头2个大了。这个三公主出名的刁蛮任性，她怎么就这么倒霉，出来执行任务还遇到她？他见到她不断闪动的眼睛。三公主的眼睛怎么了？他这么一问，赫连玉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尴尬了好一会儿，这才娇羞地说：“大概是进了花粉了。沈将军为我……”吹吹2个字还没有说得出来，沈从清已经对2名亲卫吼道：“你们没有听见吗？三公主的眼睛进了花粉，你们还不带着三公主去请随行的大夫？”2名亲卫反应过来，连忙说道：“是，将军。”他们刚准备去带赫连玉下去，赫连玉自己揉了揉眼睛：“没事，我眼睛没事了。”既然三公主没事了，那便先下去休息，等到明日一早，我派人送公主回汴城。他就知道，一旦身份泄露，他就会遭到这样的对待。他撇着嘴：“我不回去。”三公主，我们是出来执行皇命的，此行危险，三公主不合适与我们同行。我知道你们是来做什么的，三哥不见了，你们是奉了父皇的命令来找三哥的，我也是来找三哥的，要是找不到三哥，我不会回去。寻找三皇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做。能将他快些送走，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儿。若是三公主留在他身边的事情被白小玲知道，他可又得生气了。再说了，留下三公主，他非但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他还需要派人力来保护她。他双手环胸：“我不管。”三公主，这位三公主明明就是20好几的人了，她的岁数和花仙楚相仿，但是却这么不懂事，真是让人头疼。我不管，只要你敢派人将我送回去，我就回去告诉父皇母后还有太子哥哥，就说你派的人在路上非礼我，到时候他们会被满门抄斩，而你也脱不了干系。沈从清紧了紧自己的拳头。这个三公主果然名副其实的刁蛮任性。你要如何？我要和你一起去寻找我的三哥。我说了，只要我找到三哥，我就会回去。随你。沈从清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往自己房中走去。他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话，真是气死他了。虽然心里气，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性子，一件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他倒是不乐意在乎。越是完美，越是难以得到。一旦他得到之后，这样的乐趣才是无穷的。他看向2名亲卫，发公主脾气：“你们2个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快给本公主准备一间房！”他们不敢怠慢，立即应了一声是，然后准备房间去了。梅香也从梅花树上下来，她跟在赫连玉身后，与她一同走了。三公主，我看那个沈将军，他就是居功自傲，他竟敢这么对三公主说话。不如我们回去以后，去皇上和皇后那里告他的状。赫连玉瞪了梅香一眼：“不许说他的不是。”梅香懵了，
他是看见三公主因为刚才沈将军说的话在生气，所以才这么说的。难道这次的马屁没有拍对？自从三公主开始对沈将军有意思以后，他就越来越难以捉摸三公主的心思了，就连拍她马屁都经常挨骂。那就换一个方向说，三公主，你说沈将军为何要急着将公主送回汴城？他还不是担心我，害怕我受到伤害。这么说起来，沈将军对三公主有情。三公主长得这么漂亮，舞跳的又好，而且身份尊贵，沈将军说不定早就喜欢三公主了。都怪那个白小玲占着沈将军夫人的位置，否则公主就是沈将军的正夫人。赫连玉听了这话，心情好了许多。白小玲和她的事情我都打听清楚了，当初就是白小玲死皮赖脸要跟着她，没经过她的同意去了莲花村，然后替她孝敬刘氏，养育沈竹浪。她又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白小玲为她付出了这些，她就算不喜欢她，但是也因为愧疚，所以勉强与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让她明白什么才是真爱。梅香拍着手说，公主说的太对了，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啊？既然她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就着女装跟着她。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毕竟穿着男装没办法将她的魅力表现出来。可是公主，我们的行李都在客栈内啊。那就去取回来。梅香有苦说不出，可是现在都这么晚了，她一个姑娘家也很害怕的。公主，我有些害怕。赫连玉面色不佳，这种小事也解决不了，我要你何用？你不知道去找2名亲卫陪你过去吗？是，公主。梅香说完，她就退出去了。虽说她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可是她不敢发，更不敢做任何不从的表情。毕竟赫连玉是尊贵的公主，而她只是一个卑贱的宫女。如果赫连玉不开心了，那么随时都可以要了她的命。赫连玉走到床边，然后尖着手指将被子提起来闻了闻。她嫌弃地将被子扔到一边，骂了一句：这是给人睡的地方吗？不过她今晚可没打算睡觉，一想到她和心中的大英雄近在咫尺，她哪里还睡得着？她可要找一些借口好与他单独相处。她将她的头发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出了房间。在走廊里面，她碰到一个亲卫，亲卫对她行礼。三公主，沈将军的房间在何处？亲卫有些纠结，夫人可是说过，等到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准备好酒好肉。哑巴了？他这才指了一个方向，他心里想着，夫人，我对不起你。沈从清的房间内，他命令吴顺给他准备了笔墨纸砚，而他此时正在奋笔疾书，要将赫连玉到了这里一事告知皇上。吴顺站在他的身边，他似笑非笑地问：将军呐，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我来之前可是喝了夫人酿的1瓶酒。他眉头微皱，你想说什么？将军才貌双全，威名赫赫，很容易就得了姑娘的芳心。属下见三公主此行的目的，恐怕不止寻找三皇子那么简单呐。沈从清停笔，已经将上书的折子写好，他将折子交给吴顺。你将这个折子给一个兄弟，然后让他快马加鞭送到汴城，交给皇上。赫连玉贵为公主，他们是不能将她怎么样，但是如果她得了皇上的旨意，那么留与不留就不看赫连玉的意思了。是。吴顺将折子放在怀里，然后出去了。他刚打开门，就碰到了赫连玉。吴顺愣了一下，他向他行礼：三公主。退下吧。是。沈从清听到三公主3个字，他抚着自己的额头，他怎么又来了？他贵为公主，从小学习礼仪，难道他不知道男女有别？而他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他一个已婚男人，他这么晚了到他的房间来合适吗？而且这件事情传到白小玲耳朵里，他又得胡思乱想了。三公主推门而入，
他看见他坐在窗前的桌子前，柔声道：“沈将军。”他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将自己的心态放平。三公主这么晚前来，所谓何事？他白皙的小脸上升起一团红云。沈将军，我想问问，你们是如何洗澡？他半晌没有说话。沈将军，不要误会，我每日都要沐浴更衣，今日来到驿站，没在房间里面找到木桶，心里疑惑，所以才前来问沈将军这个羞人的问题。我知道问这个问题很不妥当，但是在这里，除了我与梅香，全部都是男性，我和其他人也不熟，所以才来问沈将军。他真的很想说，公主呀，我与你也不熟。出门在外，我们没有多少讲究，一般都是找到一条河，就在河里洗澡。啊？赫连玉震惊了，在河里洗澡？那我怎么办啊？公主，我们这边条件艰苦，你还是回去吧。又想赶他走。下次我让梅香给我提前准备好就是，不找到三哥，我是不会离开的。沈从清没有应答了。现在你要问的问题已经问完了，你怎么还不走？你来我的房中，我的兄弟们可看着，要是他们回去对响铃多嘴，他就要生气了。他要生气了，我可怎么办？赫连玉不但没有走，而且还坐下了。沈将军，我有些口渴，你这里有茶吗？还要在我这里喝一杯茶再走？他几乎脱口而出。没有。那你有酒吗？那可是白小玲给我酿的酒，我舍不得给别人喝。公主，你先回房等着，我这就让人给你送一壶茶水去你屋里。赫连玉暗自生气，你竟然这么委婉的让我离开，如果我再不走，你该认为我不矜持了。多谢沈将军。说完这句话，他就出了他的房间。赫连玉回到房中，没过一会儿就有人敲门。三公主，你睡下了吗？没呢。他想应该是沈从清派人给他送茶水来了。那属下可以进了吗？对待这位三公主，他们可得万事小心又小心，否则他回去一告状就是掉脑袋的事情。进来吧。那名亲卫端着茶水进来了，刚进屋他就闻到一股香味儿。他想，果然姑娘住的地方就是和他们这样的大老爷们儿住的地方不一样。他不敢多看赫连玉一眼，将茶水放在桌子上，就打算退下。赫连玉看见他打算离开的模样，等等。亲卫愣了一下。三公主还有何吩咐？抬起头来。虽然他不知道赫连玉要做什么，但是他贵为公主，他不敢不从。他抬起了头，看着虽然身着一袭男装，披着一头墨发的赫连玉。赫连玉唇红齿白，肌肤如雪，她本就是有名的美人，再加上她武技超群，身份尊贵，若不是她这次突然来了这里，她这一辈子恐怕都无法见到她这样尊贵的人一面。亲卫抬眸一瞬，然后又低下头去。赫连玉对他的反应很是满意，从他的表情来看，他对他的样貌惊艳，但是又由于自身身份低微，所以并不敢多看他一眼。你是沈将军身边的亲卫，那你可见过沈夫人？见过，将军出行那天，夫人送将军到将军府门口。那你觉得本公主和沈夫人谁更漂亮一些？亲卫愣住了，他没想到赫连玉会问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他要是答得不好会完蛋。赫连玉见他这么久还不回答，心中有些不悦。她是尊贵的公主，从小锦衣玉食，虽说白小玲为前任户部尚书之女，但是她的身份哪里比得上她尊贵？再说了，她在莲花村做了3年的农活，说不定她的手粗糙的跟树皮一样，她的脸黄得如腊肉，她的腰粗得如水桶。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个亲卫还要想这么久，真是气死他了。快说。亲卫抿了抿嘴唇。上次属下并未看清楚夫人的容貌，容属下并不知道
公主与夫人谁更美一些？赫连玉听到这个答案，他显然不满意。他站起来，然后走到亲卫身边。那你说，本公主和沈夫人谁更配得上沈将军？亲卫的心里一颤。完了，三公主的心思果然就是这样的。其实在今晚三公主突然来了驿站，并且提出要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几个兄弟下去以后就在议论。以男人的直觉来说，他们觉得三公主看将军的眼神不太对，带着爱慕。属下不敢说。为何不敢说？本公主让你说，你就得说。你要敢不说，本公主派人割了你的舌头。他心里明白得很，如果他今晚的回答不能让赫连玉满意，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但是他也没办法违背自己的心，说出他不愿意说的答案。虽然他们嘴上是将沈从清叫做将军，其实在他们心里都是将他当作自己的大哥。他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斩杀敌军，都是过命的交情。而且将军与夫人的感情他们都看在眼里，如果因为他乱说话给了三公主希望，然后导致夫人和将军感情出现裂痕，他可后悔一辈子，愧疚一辈子。属下并不是将军，谁更合适将军，属下不敢说。公主若是想知道这个答案，应该去问将军。赫连玉很生气，沈从清他的亲卫也太不懂事，竟然用这样的回答来搪塞他。回答他更合适，他是会死吗？卯时，他们便要开始赶路了。沈从清的亲卫军听见声音以后，他们皆是回头，一个个的脸上都写着震惊。三公主真的太美了。将军，三公主朝你来了。真是麻烦。赫连玉已经走到了沈从清的马旁边，由于吴顺就在沈从清的旁边，他骑在马上的原因，他看见了赫连玉胸前的风光，不免鼻子一热，该不会流鼻血了吧？他红唇微起。沈将军，我该怎么走？怎么走？这个问题问的，难道他还要我背着他走？他一回头，正打算说话，就看见了赫连玉的抹胸装。他眼神一凝，对梅香厉声道：梅香，你为何为公主选了这么一件衣服？梅香委屈：啊，这可是公主自己千挑万选出来的衣服啊。吴顺，去找一辆马车来。吴顺捂着自己的鼻子：是，将军。然后他就去找马车了。赫连玉一脸委屈：将军，耽误了你们行军，我心里实在愧疚。寻找马车还需要一些时间，为了不妨碍将军们行路，我想和将军共骑一马。他想和我共骑一马，这事要是传到白小玲的耳朵里面，那可不得了。他对着吴顺吼道：吴顺，动作快点，1刻钟时间没找到马车，军法处置。吴顺心里凉悠悠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不过这三公主的目标很明显了，她就是要勾沈将军的心呢。他这是又委婉拒绝他了？他眼眶里面掉着眼泪。沈将军，这是嫌弃我。他深呼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常。只是害怕公主从马上面颠下来而已。最后，吴顺还是找来了一辆马车，不过这辆马车是平时驿站用来运输物资的，所以破烂一些。赫连玉看着这辆马车，心里憋着一团火，但是在沈从清的面前，她可是温柔善良的三公主，只有忍着内心强大的不满，然后坐上了马车。心里有火就得发，否则憋在心里多么难受。而他现在唯一的发火对象就是梅香。赫连玉为了保持自己在沈从清面前的温柔作风，所以对梅香的打骂从来不会伤了梅香的脸。他又是一巴掌打在梅香的身上。你这个低贱的宫女，你也能与本公主一起坐马车？梅香一愣，是吴顺让她与赫连玉一起坐上马车的，而且她也不会骑马。啊，公主，滚出去！
此时马车正在快行，如果这个时候滚出去，他就真的要滚地受伤了。滚！梅香也不敢不从，他钻出马车，吴顺在驾车。他见了梅香出了马车，有些惊讶。梅香姑娘为何出来了？如果被赫连玉知道他在外面说他的坏话，赫连玉得扒了他的一层皮。我以前很少出宫，这次有机会出来，想要看看外面的风景。梅香坐在吴顺的旁边，吴顺一边驾车一边小声问：三公主是不是特别凶啊？天哪，你是怎么知道的？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回头三公主知道这件事情，该不会将账算到我的头上吧？将军府内，左卿来报：夫人，果不出你所料，那黑衣杀手被放了之后，在10里之外遇到劫杀他的人，那人被我们抓住以后，准备咬碎在芽草里面藏的毒药，幸得夫人提醒，我们才及时制止。那人开始狂傲的不行，如今被饿了几天，已是老实多了。夫人要见他吗？见。他当初费那个心思将黑衣杀手放走，就是为了调出这个来劫杀他的真正的幽冥组织里面的成员，他当然是要见的。1刻钟以后，那名幽冥成员被五花大绑带了进来。士可杀不可辱，如今抓了我，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如今你将我绑起来饿着，这是什么道理？白小玲听着他说的话，不免小笑。我抓了你，想要如何便如何。你如今是阶下囚，我想饿着你就饿着你，想打你就打你，需要道理吗？他此番话一出，他呆住了，半晌没能说出话来。左卿也不免掩嘴笑了一下。夫人有话问你，若你想活命，夫人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哼，我岂是贪生怕死之徒？白小玲依旧笑着，他就知道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否则也不可能在芽草里藏了毒。但是一般不怕死的人有2种，一种是无牵无挂孑然一身的人，一种则是亲人都在别人掌控中，若是不依，所有亲人定会被斩杀干净那种。从这个男人的脸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那种无牵无挂的了然，那么他应该就属于第2种了。他红唇微起，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好好生活不好吗？为何要过着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左卿有些不明白地看向白小玲，而男人却是一脸震惊，而且脸上有惶恐之色。他立马否决他：你胡说八道，我无亲无故。我倒是乐意，我是在胡说八道。你们幽冥组织的规矩我也知道，任务失败自行了断。这次你劫杀那人没有成功，本来早该是一具尸体的，但是他们没有见到你的尸体，便会以为你是叛逃了，如此你的亲人就没有好下场了。今日你在这里与我逞口舌之快，可怜你的亲人们即将被全部灭口。白小玲这些话一说完，男人如同被钢钉钉在地上，脸上毫无血色，目光呆滞，不能动弹。他见他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左卿见此，不免对白小玲更加佩服。若夫人不是女儿身，定是能与将军一决雌雄的大人物。过了半晌，他才支支吾吾说道：你怎么知道这些？我不仅知道这些，如果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还能帮你救他们。男人看向白小玲：要我如何信你？你没有选择，要么信我，要么他们死。他抓住了他的死穴，他也知道他绝对是会选择相信他的。他既然为了他的亲人能够选择自杀，那就说明那是对于他极其重要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你是哪里人？东篱平安镇怀乡人。白小玲看向左卿：左卿多带一些亲卫，去往他所说的这个地方，将他的亲人
接到安全地方。是。他既然要向他问问题，就要表现出他的诚意。他这么做了以后，男人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感激。现在将你知道的关于幽冥的事情全部告诉我。男人咽了咽口水，然后开始说着：我进入幽冥有2年的时间，幽冥里面的杀手分为2部分人，一部分人来自南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为没有家人的孤儿，所有的亲人都在南诏与东离的大战之中死亡，心中将东离视作最大的仇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是农民出生，前几年家乡遭了灾害，官府收的赋税又重，想着活不了人了，还不如豁出命拼一把。他说到这里，眼里尽是无奈之色。那时候村子里来了一些神秘的人，他们专门会到受灾的村子里面招壮年带走。其实我们一旦跟他们走了，就是签了生死条约。我们替他们杀人，杀了人以后会得到一笔不菲的酬金，可以补贴家用。但是一旦任务失败，就要自杀。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家中无论老小都会被残杀干净。幽冥组织一旦进入，除非死亡，否则无法出来。我后悔过，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之中曾有一人任务失败，他没有选择自杀，后来他被带到家中，亲眼看着家中老小全被屠杀干净，他在无比的绝望嚎叫中也被砍下了头。白小玲听着这些，她不免皱了皱眉。和你一样的人多吗？我不知道，幽冥之中的大部分事情我们都是不允许被知道的。这些他也早就料到，但是他还是凭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你可知幽冥的领导者是谁？不知。他用计将他引出来抓住，也并不是毫无收获的，至少知道在幽冥之中还有这么一部分不心甘情愿为幽冥卖命的人。如此，只要他提前找到这些人的亲人，并且将他们保护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幽冥可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你们将他带下去，等到他的亲人安全以后，给他们10两银子，让他们离开。是，夫人。男人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白小玲，他原本以为白小玲问出这些以后会杀了他，但是没想到白小玲不仅要放了他，还要给他银子。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上次我放走的那个人也以为我在骗他。如此，那就应该是真的了吧？多谢沈夫人。带下去。2名亲卫已经将男人给带下去了。夫人，难道你这样放了他们？祸不及妻儿父母，他虽然犯了错，但是不应该由他的妻儿父母去承担。不过，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毕竟杀过人了。既然杀了人，那也该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我以后会向他们讨要。断崖下面的峡谷几乎被火把点亮。自从花仙楚跳崖以后，西城烈便一直没有回去。他一直愣愣地站着，双眼通红，几乎要滴出血来。你真的死了？你真的死了吗？你死之前说要成全我，说要帮助我，真不敢相信你就这么死了。你那么顽强。一侍卫来报，王子，我们将这个峡谷都找遍了，河里也派人打捞了许久，并未发现王妃。他如同一只发怒的狮子。找，再找！峡谷的范围给本王子扩大10里，河里寻找的范围给本王子扩大到20里。不管他是死是活，本王子都要找到他。是死是活，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他不可能活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他又找了这么久没有找到，他应该早已经死了。王子，我们已经昼夜不分找了4日了，有的侍卫已经累得晕倒。如果再这么找下去，侍卫们体力不足，恐怕后面会出现大范围的晕厥、累瘫，甚至死亡。还有，这么大范围的搜寻，我们的人手不够，根本无法做到。
会游泳的侍卫都是分批次下河打捞，已经有接近一半的人出现身体抽筋的状态。如果在水下他们身体抽筋，会直接导致他们死亡啊！他深呼吸了一口气，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努力这么久，伪装这么久，就是想要离那个位置更近。他死了，他只会离他原来的计划越来越近而已。他为何要这么伤心？他要赶快将自己的心情调整回来，然后继续一步步地实现他的计划。花大人跟随守卫一同去客厅见了西城烈。西城烈并未入座，他就站在客厅中央。夜里光线不强，看起来他就仿佛要与黑夜融为一体，怪瘆人的。他连忙呵斥守卫：为何不让王子坐下等啊？守卫觉得委屈，他也叫了，可是西城烈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这么站着。他很害怕，便不敢说第二遍了。呵斥完守卫，花大人对西城烈陪笑：西城王子，请入座吧。花王妃死了。他就这么淡然地将这个消息说了出来。花大人以为自己听错了，他问了一句：什么？花王妃死了。花大人后退2步，他身后的守卫扶住了他。过了半晌：西城王子，你不可开这种玩笑啊！花大人为何觉得本王子会深夜来到花府，与花大人开这种玩笑？花大人，你是花王妃的父亲，是看着她长大的人，你对她的事情应该比本王子更加明白才对。白府的白大少爷来你花府翻墙翻了好多年，莫非花大人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听此，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他知道白千云那个小子隔3差5就会翻墙进入花府，而每一次他的女儿都会等在那里。白千云若是来个1、2次，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小子来得太勤快了，他就算是个瞎子也早就知道了。花大人仿佛一瞬间老了10几岁，他满脸颓废，说话都有些费劲儿。先楚他不会无缘无故出事，他是因何故不幸了？幽冥的人追杀他，但是他对于幽冥的追杀非常淡然，仿佛就在等着这一刻。最后我已是将他救下，但是他却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跳下断崖。我在那断崖下面搜了4天4夜都没能寻到他，他已经不在了。西城烈的话犹如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他竟然是自杀。他是需要怎样的绝望与勇气，才敢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跳？他从小就怕疼，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他得多疼？他会选择自杀，应该与他脱不了干系。他应该是因为那件事情才让他彻底绝望。花大人只觉得胸口沉闷，呼吸不上气来。他摔下去之前可曾对我留了话？未曾留话。西城烈的话又扎进了花大人的心里，他竟临死前未有只言片语对他留下，可见他对他这个父亲有多么失望。他郁闷于心的一口闷血吐了出来，然后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守卫连忙将他接住，急忙唤道：花大人，花大人！见此，西城烈的心里好受了一些，然后大步走出了花府。守卫来报：老爷，西城王子拜访，此时正在大厅等着。西城王子这个点前来，没有好事情。属下也这般认为。原本西城王子应该在2天前启程回西城，可是在4天前，西城王子和他的所有侍卫全部突然消失，如今又突然出现，真不知道是因为何事。不管是何事，他都得因为这件事情给皇上一个交代。过去会会他就知道了。白老爷和守卫到了大厅，西城烈见来者是白老爷，并非白千云。白大人。白老爷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哼，西城王子应该知道，犬子自从上次夜宴回来便一病不起，现在白府的所有事由都由老夫做主，王子有何事尽管对老夫讲。白老爷，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亲自对白大人讲更好一些。大夫交代了，千云这段时间不能受刺激，若是王子不愿对老夫讲，那就请回吧。白老爷本就对西城烈不顺心，觉得是他抢走了自己的儿媳妇儿，现在白千云又因为他的缘故生病，他自然对西城烈没有好印象。那就劳烦白老爷告诉白大人，就说王妃在4日前坠崖去了，让白大人不要再等王妃了，趁快找个好姑娘娶了吧。白老爷听了这话，他一脸震惊。什么？此事千真万确，本王子已经寻了他4日，想要找到他的尸身，可是并没有找到王妃。花仙楚可是他看好的儿媳妇儿，他还是喜欢这个孩子。听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悲愤。并未找到他的尸身，你怎么就可以说他已经不在了？万一他被人救走了呢？王妃是从10里亭外的断崖上坠落的。他听到这句话，脸上一下子变得惨白。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就遭了这样的结局？怎么就会从断崖上掉落呢？而他立马又想到了一件事，西城烈急着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白千云，他是不想白千云活。西城王子，这件事情老夫是不会告诉千云的。千云这段时间在养病，老夫也不会让他出去。西城王子还是收起你的如意算盘吧。西城烈冷笑一下，白千云他总会知道的。本王子再告诉白老爷一个秘密，其实王妃嫁给本王子5年时间，她一直都不愿意将自己给本王子，那是因为她心中还念着白千云。她这次之所以选择以跳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就是因为连她的父母都逼着她从了本王子。她悲怒相交，虽说去将军府白小玲给她开导了一段时间，但是并未有任何效果，所以她才选择轻生。你说什么？哈哈哈哈！西城烈大笑几声。好好遗憾吧，好好惋惜吧，好好的记住他吧。他说完这些，然后大笑着离开了。西城烈见过皇上。西城王子不必多礼，起身吧。他起身以后，双目无神地盯着一个地方。皇上摇了摇头。王子，王妃的事情朕听说了，王子请节哀。皇上，王妃是自杀而亡。皇上也有些吃惊，花大人还未醒来，他只听说花王妃不幸从10里亭外面的断崖上摔了下去，却想不到她是自尽而亡。什么？花王妃竟是自杀身亡？是，花王妃虽说嫁给小王5年，但她依旧是完璧之身。小王装出与王妃恩爱，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花王妃此次回来东篱，在很大程度上，她是想要再见见自己心中挂念的人一面。兴许是见到他以后，便再无牵挂，所以竟在小王面前跳了崖。对于花仙楚与白千云的事情，他是听过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花仙楚竟然是这般的烈女子。这件事情是东篱对不住西城王子，还请王子为了两国百姓着想，不要将此事的真相说出来，对外就称花王妃病逝，朕会补偿王子的。王子以为如何？事情正如他的计划一般，一步步进行着。现在正是成大事的时候，就算那些话是假的，但是也一定要说出来。皇上，实不相瞒，其实小王与花王妃并无感情。小王之所以对花王妃在人前恩爱，也是为了两国百姓着想。小王实在不愿意这次的事件让两国的友好关系破灭，所以恳求皇上再赐一个公主给小王，小王一定善待公主。虽然心中极其不舍，但是这也是挽救友好关系唯一的办法了。朕的公主虽多，但是成年的公主只有2位，3公主和6公主。皇上，小王早就听闻3公主德才兼备，武艺超群，而且当初小王也是错将花王妃认作3公主，所以才求皇上
将她许配给小王，还请皇上将三公主赐婚给小王。他沉默着，西城烈将话说得这么明了，他要娶玉儿。西城烈的野心非同一般，他以后若是成为西城的王，那么西城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好，朕答应你，将朕最心爱的女儿三公主赫连玉赐婚给你。但是西城王子刚刚失去王妃，近期内不可操办婚礼。这样，朕与你约定，半年以后，朕定会昭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朕将最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你。西城烈对他行礼，多谢皇上。但是王子，朕还有几句实话要告诉你，朕可舍不得自己的这个女儿去西城受苦。你若真想娶她，就要拿出你的实力，给她最好的，而朕会暗中助你一臂之力。西城烈心中高兴，东离皇帝这么说，就已经暗中说明他要帮助他夺得王位。他这时也该表态了。皇上请放心，我若为王，三公主定是为后，而且西城与东离百年交好，不动干戈。好，好。西城烈与皇上谈好此事以后，他便出了寝殿。东离的天空可真美，皇宫之中风景也好，而且这片土地这里山清水秀，物质丰富，可不像西城有的只是大片草原。以后我要住在这个皇宫里面，看着这片天空，让我的子民也来到这里学习耕种文化。西城王子来将军府，所谓何事？他没想到白小玲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而且从白小玲的表情来看，他似乎一点都不欢迎他。也罢，他与花仙楚住了那么多日，花仙楚应该对他说了什么。沈夫人，小王明日就要回西城了。他只淡淡嗯了一声以后，便没有再说什么话。沈夫人，王妃最后的那段日子与你一同度过，她可说过什么没有？说了很多。她说了她满身的伤痕从何而来，她说了她是如何对未来充满憧憬，变得心灰意冷。我也对她说了很多。原本我以为她已经想开了，但是没想到她出去一日便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其实我也隐隐觉得他所表现出来的宽心是假的，所以让左青一直跟着他。没想到白小玲说到这里，他没有继续再说下去。西城烈看着白小玲的表情，他看不出任何破绽，而且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调查也没有调查出任何破绽。白小玲说的都是实话。小王很是感谢沈夫人曾经对王妃的照顾，王妃已经不在了，这份恩情小王替王妃还。临走之前，小王告诉沈夫人一个消息，关于沈将军的。白小玲本不好奇西城烈要说什么，但是一听到关于沈从清的，他就来了几分精神。西城王子请讲。沈夫人可知三公主赫连玉倾心于沈将军？啊？他听了这个消息，倒是有不小的惊讶。三公主赫连玉，就是那个在5年前花仙楚替她跳舞的那个赫连玉。他害得花仙楚拥有5年的痛苦时光还不够，现在又来拆散他的家庭。此事千真万确。前不久，沈将军入宫面圣，三公主在途中义务，沈将军驻足观看。再不久，沈将军奉命去了茂县，三公主男装跟随。如今，三公主该是与沈将军形影不离了。白小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些沈从清他可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他在临走之前对他多番试探，可是他均没有不合格的表现。沈夫人，小王话一说完便先行离开了，这件事情还请沈夫人自行考虑。西城烈说完这件事情他就离开了。他虽说对赫连玉没有感情，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也不希望自己被绿，而他马上就要离开汴城，所以这件事情让白小玲去做最好。白小玲一人在大厅内忐忑不安，
沈从清要真是在她怀孕期间对她的婚姻不忠，他绝对饶不了她。这时刘楚拿了书信前来。夫人，这是将军飞鸽传书与您的家书。他打开看里面的内容，里面半个字都没有提关于赫连玉的事情。他当真要背着她在外面劈腿，而且劈的还是身份尊贵的三公主。东岳回来了吗？东岳今日一早便去打探消息去了，这时还没有回来。还未回来。去催。刘楚得了白小玲的命令，他出去了。他知道刚才西城王子对夫人说的话，夫人放心上了。他不解，若是西城王子真是为了感激夫人，为何要对夫人说这件事情？夫人本安安心心待在将军府养胎，若是因为此事，她从将军府跑去冒险，那可如何得了？东岳进了白小玲的屋，白小玲看向东岳，她既想东岳快些回来，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又想他晚些回来。西城烈不会无缘无故对他说这些，他既然说了，那就是无风不起浪。东岳，讲。东岳从来不曾对白小玲撒谎过，这次撒谎，他显得有些紧张。夫人，我……白小玲见东岳如此，她的心凉了一大半。看来西城烈说的话是真话，赫连玉果真跑去和沈从清一起了。夫人，我什么都没有打听出来。东岳，我知道了，你下去。夫人，下去。这是第一次白小玲情绪失控，对东岳吼叫。东岳被吓得一颤，然后退了下去。白小玲气得头晕眼花，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在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认为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而且她还在孕期，不能伺候她，这个时候她出去找女人更正常。但是作为一个拥有新时代思想的女性，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白小玲出了北院，东岳和刘楚原本打算叫住她，但是被她的眼神一吓，两人瞬间不敢说话了。她先来的是沈竹浪的房间，到了门口以后，她尽量将自己的语气放得平缓。竹浪，你休息了吗？沈竹浪一听是白小玲的声音，他连忙过来开门。嫂子。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白小玲有意与他避嫌，所以他除非是重要事情，否则不会亲自来找他。竹浪，我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好。他不问是什么事情，直接答应下来。明日你带着小虎子和东来去花府，小虎子和东来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故意将花大人和花夫人引到花府后院的桃林，花大人会问起东来的身世，你便说她是将军府的一个丫鬟，然后花大人会向你讨要东来，并且要认东来做她的干女儿，不用犹豫，直接答应她，并且还要告诉她东来想去白鹤书院学习，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到时候花大人肯定会帮忙的。他听着白小玲说的这些事情，然后将过程都默默记在心中。嫂子，这些事情你与花大人沟通过了？没有。没有？沈竹浪有些惊讶，嫂子既然没有与花大人沟通过，为何她说得如此仔细？嫂子，万一花大人他不这么做，我该如何呀？不会，他一定会将东来认作他的干女儿，并且将自己在花王妃身上的亏欠与内疚全部在东来的身上弥补回来。他点了点头。好。既然是他吩咐的事情，不管最终会不会成功，他都会去做。还有，我这段时间要出去。不可。他的肚子已经有6个多月了，大哥临走之前对他嘱咐过，让他在家照顾嫂子和娘。他现在应该在将军府好好养胎，不可以出去。他很认真地看着他，很认真地问：竹浪，你希望我一直是你嫂子吗？他一愣，他为何突然问这个问题？他将他当作最亲的人，他、大哥、娘他们3人在他心中的地位一样重要，都是他可以放弃自己都要守护的人。而且他现在已经端正了自己的态度，
不再对他有非分之想。嫂子，发生什么事情了？三公主赫连玉看上了沈从清，此时正跟着他去了冒险。他对我来的家书中并没有提到赫连玉，他这就是在故意隐瞒赫连玉的存在。沈竹朗听了大为震惊。嫂子，我们都要相信大哥的为人。他也想相信他，他也害怕事情会往坏的方向发展，可是他还是不太了解他，不太了解男人。他以前不知道从哪里得知过一句话，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他害怕他会抵抗不了赫连玉的诱惑，他害怕他会对他们的爱情不忠。难道三皇子真的没有进来？可是为何村外的人全部统一口径，说他们进来了？另一间民房内，赫连玉将桌子上的碗摔了。整天都吃这些东西，你当本公主是猪吗？梅香被吓得一颤，然后去捡地上的碎碗。沈将军所带的粮草已是不多了，运粮的亲卫军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所以现在全军上下全都节衣缩食。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赫连玉身份尊贵，所以给他的已经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了。而赫连玉却毫不怜惜这些粮食，每顿觉得口味不对就随意扔了倒了，然后让他再去向炊事房索要。梅香已经收拾好了碎碗，他正打算出去，赫连玉叫住了他。沈将军在何处？沈将军在房中。他淡淡笑了一下，他所说对他避而不见，但是他可以主动去见他。他往沈从清的房间方向走去，敲门道：沈将军。他听了他的声音，眉头一皱，沉声道：三公主有何事？春意正浓，不如将军与本公主一起出去走走。三公主，本将军是来春水村做正事的，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沈从清总是在拒绝我呢。本公主也知道沈将军军务在身，但是本公主来这里1月，对这里的情况已了解。春水村的百姓并没有患病，三哥也不在这里，我们的粮食都快吃完了，出去运粮的亲卫军还未回来，不如我们今日出去游玩以后便离开这里，回汴城去复命吧。沈从清冷着一张脸。公主若是想回去，本将军这就派人护送公主回去。赫连玉一听有些不乐意了，她堂堂尊贵的三公主，如今来了他的门前，他3番5次拒绝她，想要将她赶走不说，竟然连开门让她进去坐一下的意思都没有。沈从清故意不见她，不与她接触，纵使她有1000种风情，她也看不见。赫连玉故意扭了一下脚，然后大喊：啊！面前的木门一下子被打开了，沈从清一身墨衣站在他的面前。公主如何了？崴了脚了。平地也能崴了脚？这里的路虽说很平，但是不似宫中的青石地板，本公主一不小心就将脚崴了。他表情依旧冷淡，丝毫都没有关心他的意思，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快。难道本公主崴了脚，沈将军一点不在乎？待会儿我让军医替你看看。在他小时候，他也崴过脚，那一次是他的大哥替他脱了鞋，然后替他揉脚。他在沈从清面前崴了脚，他却不冷不淡地说邀请军医来替他看看。他心里的不快已经快要溢出来了。他声音冷了冷：也好，那么沈将军待会儿就让军医来替本公主看脚、揉脚、捏脚。等到本公主的脚伤好了以后，本公主就命人将那名军医的眼睛挖了，手砍了。赫连玉，你这是做甚？做甚？本公主的脚也是那等低贱之人能够看能够摸的吗？赫连玉心想，他可算是捏着他的软肋了。你究竟要如何？本公主就是要你替本公主看脚，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看了本公主的脚，本公主都不会轻饶。你是女子，本该矜持。是该矜持，本公主会在别的男人面前矜持，但在你面前不会。沈从清与他对立半晌，终是服软。进来。他嘴角浮起一丝得逞的笑。他进屋之后，
随手关了门。贺连玉自顾坐在沈从清的床上，他不爽地皱了皱眉。沈从清就这么站在他的面前。自己脱了袜子。将军替我脱。自己脱。贺连玉无奈，但是也依旧笑着。沈从清虽说定力比其他人强太多，但是他也无非是一个普通人。只要待会儿他将他扑倒在床上，他是如何都拒绝不了了。贺连玉俯身，自己脱着袜子，嘴里说着：“自己脱就自己脱。”他脱了袜子以后，一双玉足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看着贺连玉的那双脚，一下子将目光移到别处。女子的脚是不能轻易被男子看见的，未婚配的女子被男人见了脚，就如同没了贞洁一般。沈将军这是害羞了？他依旧不转头过来。是沈将军让本公主自己脱了，本公主已经脱了，为何沈将军不敢看本公主？他们都是不知，此时木门前面正站着一个人，这人正是白小玲。白小玲没将自己来的消息告诉他，就是为了打这么一个突击。他站了一会儿以后，竟是从房中传出那样的声音。房内贺连玉娇嗲的声音还在继续：“沈将军，好疼啊，你替我看看。”这样的语调，这样的内容，吴顺早已经红了一张老脸。白小玲更是血气上冲，直到脑门。他一脚将木门踢开，巨大的扬尘之后，本想来一段捉奸在床的戏码，没想到等到扬尘过后，他看见的是贺连玉正摆着一个诱人的姿势坐在床上，而沈从清这时正在贺连玉3步之外的地方。吴顺一下子转过头：“完蛋了，完蛋了！刚才看见贺连玉的脚了，这刁蛮公主该不会要挖掉我的眼睛吧？”沈从清看见了白小玲，震惊不已，以为又是自己思念太多幻想出来的。贺连玉看着门口的白小玲：“你这妇人好生不懂规矩，竟敢踹了沈将军的门！”沈从清听到贺连玉的话，这才确定门口站着的是真人。其他问题先不深究，他疾步跨出房来，将他抱住：“小玲，小玲，你怎么来了？”沈从清抱着他，他的双手放在身侧，可没有去抱他。“你刚才和三公主在房内做甚？”“没有做甚，她脚崴了，让我给她看看。”他的语气中带着责备。“这次跟随你的没有军医吗？”他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不过贺连玉说了，若是军医见了他的脚，等到他脚好了以后，便要砍去他的双手，挖去他的双眼。”他心中更不快了。“为何你看就行，军医看就不行？”沈从清全身一颤，贺连玉的心思他是明白的，但是他绝不能让白小玲知道，否则他又要生气了。我毕竟是个将军，想要挖我的眼睛砍我的手，也得经过皇上同意。他一下子推开他：“不老实。”他一脸委屈：“小玲，我真没有做任何对不住你的事情。”这时贺连玉已经穿了鞋出来了。“原来是沈夫人。”说罢便开始上下打量起白小玲来。白小玲虽说现在怀着孩子，不过她的孕象并不是很明显，还是能看出她没怀孕之前是个美人儿。不过她自认为自己的长相也不赖，而且武艺精湛，身份高贵，从这几点上面她碾压白小玲。“原来是三公主。”两人皆是一阵冷笑。贺连玉又开口了：“沈夫人真是好心情，大着肚子也到处跑，真是不怕危险。”“三公主心情也不赖，好好的皇宫不待着，非要到我夫君的房中待着。”贺连玉听出了白小玲这是在暗指他不矜持，但是那又如何？哼，刚才本公主的脚崴了，沈将军替本公主看看，不可？夫君他是个粗人，公主若是真要看，我替公主看，顺便帮公主正骨，公主以为如何？”“不必了，我的脚本来就是假崴，
若是我让你看，你还不得把我的脚真的掰崴了，然后再正回去？贺连玉说完这句话，便正常走路回去了。吴顺看了一眼被踢坏的门板，将军，我去找人过来修。不必，我们自己修好便是。修门而已，他还是会做。吴顺走后，沈从清伸手去扶他。小玲，你为何来了这里？明日我便派人将你送回去。他冷了他一眼。我若不来，你是不是还想与贺连玉摩擦出一点火花来？不会，他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不能控制，但是我能控制我自己。对于他的回答，他还是颇为满意的。梅花酒喝完了吗？虽说日日省着，但是也没有几瓶了。我又酿了一些桃花酒，这次给你带来了。待会吃饭的时候，我让东月取出来给你尝尝。他眼中来了色彩。真的？我也想到你们在春水村或许物资紧张，所以也一并带了一些食物进来，有些鲜蔬和肉类都是在冒险买的。我已经让东月和刘楚将那些东西拿到炊事房去了。他立马将头磕放在白小玲的肩膀上，叫着她的名字。小玲，我觉着你旺夫。他们的物资真是紧张的不行了。他这次没有听他的话，来了冒险的春水村。他虽说心里有些责怪他，但是见了他以后也欢喜的不得了。而且他每次总能对他雪中送炭。白小玲听了他的话，也心中欢喜。你知道就好，你要是敢对不住我，我就去望别人。他一下子将他抱住，生怕他跑了似的。不许。他抱着他，感受着他身上的温暖柔软，以及从他身上飘出的若有若无的香味。沈从清有些受不了了，他真的忍了太长的时间了，而且刚才贺连玉又对他那样，说他的身体完全没有反应，那是假的，只不过他是在用自己的理智压制自己。他的手有些不安分地在他身上游走着，声音也变粗了一些。沈从清这大胆的动作让他惊了一下，他一下子将他的手从他衣服里面取了出来，然后看向门口。哎呀，光天化日，门都开着，你做什么？沈从清放开了他，然后走到门边开始修木门。他走到他的身边，眉头微皱，他知道他是忍得很辛苦了。你想？他的回答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很是直截了当。这样的沈从清真是少见。他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第一次为人母，他也缺乏经验，不知道这个时候能不能做。不过从沈从清之前的忍耐来看，应该是最好不要做。孩子已经快8个月了，再有2个月也就生了，到时候再坐1个月的月子，你还需忍3个月。他看向他，小玲，等你生了孩子，身体恢复以后，你愿意给我？他点头。他或许还在因为第一次的事情愧疚，关于那种事，事事都要他同意点头。但是他是他的妻子，他又不允许他与别人发生那事儿，当然得自己上阵了。他笑了，过了一会儿，小玲，你有没有觉着奇怪？什么事儿？关于春水村的事情。若是他没有来这里，那么他是绝对不会对他讲这件事情的真相，免得他在千里之外的变成担心。但是如今他都已经来了，而且也被搅入了这件事情里面来，那么这件事情就有必要告诉他了。他的思路独特，说不定他有属于他的见解。两人一同去审讯男人，男人被绑在柱子上。他见白小玲与沈从清来了以后，一双傲眼看着天。别指望我会说。吴顺手里拿着鞭子，他听此，一鞭子甩在男人的身上。吴顺，你先退下。吴顺看了一眼沈从清，沈从清对他点了点头，他退到一边。白小玲看着男人，她红唇微起。我知道你不怕死，你的家人在东篱与南诏的大战中死去，你觉得你在执行任务中死去，是在为家人报仇，是光荣的，对吗？
男人听到白小玲这么说，他有些惊讶，他怎么知道这些？你虽说是南诏之人，但是据我所知，幽冥组织里面还有一部分杀手属于东篱之人，他们是因为家人的性命被你们捏在手里，所以不得不听从你们的命令。一旦他们的亲人接触危险，你觉得他们还会在你们的掌控之中吗？男人睁大了眼睛。不，你在诈我。他轻笑。那你就当作是我在诈你好了。早在1个月之前，我便派人去将家中壮年出去做工的农家进行一一排查，如今已是找到了100多家符合条件的人家。对于他们，要么我派人去保护他们，要么我便将他们请到了汴城替我做工。不可能。主人的计划天衣无缝，不可能被这个妇人给破解。白小玲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木簪。我当初就是为了防止有和你一样不相信我的人，所以找到他们以后，我便从每一家收取了一样信物。这几百件信物，我虽然没有办法一件件带来，不过我却让画师将他们都画好。你说我刚才抓的20几人之中，他们有没有东篱之人？有没有被我找到亲人的人？若是有，他们知道自己的家人安全了，那么他们会将功补过吗？男人听到这些，眼中有些惶恐。如果这个妇人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是一定会反叛的。他继续循循善诱。其实不要觉得你为了执行任务死亡，就是替你的亲人报仇了。你这么做，不仅没有替你的亲人报仇，还让你们家唯一的血脉消失了。有战争就有流血，不仅是你们南诏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况，我们东篱这样的情况又何尝少过？战争起，百姓苦，我们要做的是让天下止战，让天下百姓少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不是如此报仇，恶化两国关系，再度引起战争，让更多的百姓受难。男人的眼中已经有一些动容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给你一个机会，若是你能坦白，我便饶你一命；若是你还是顽固不化，我可以给你留一条全尸，然后将你埋了。不过下去以后，你要如何对你的亲人交代，你可要事先想好说辞。毕竟你死了以后，你们家在这个世上就没有半点血脉，就完完全全消失了。不好好说，恐怕他们会责怪你。也不知道当初他们是费了多大的力气才保全了你，而你却这样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好好想想要怎么对他们说，恐怕过不去。男人垂下头。我对不起他们。他这么说，那就说明他的心理防线差不多已经瓦解了。那你是准备活还是死？我想活着。那好，说吧。吴顺听着白小玲三言两语就让男人开了口，他不免眼皮跳了跳。夫人这也太厉害了，他们一般审问犯人都要将对方打得皮开肉绽，遇上嘴硬的，就算将他们的大半条命都打掉了，他们不说的依旧不说。没想到夫人竟然没有对他使用任何武力，也没有打骂他，他就同意招了，太厉害了。男人再次抬起头，他的眼眶里面含着泪水。几个月前，我们接到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是杀人，而是将一批药运入汴城。要运到汴城以后，我们的接头人是冷老板，其余的事情我们不用管。这倒是有新收获，原来那批药是幽冥组织的人帮着运来的。白小玲的语气没有多大起伏。还有呢？然后我们又接到了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来春水村。你们买了春水村以及附近村子里的狗，然后抓了春水村里面的壮年。你们用狗去咬人，让人患病，让这种病大规模形成，让这些患病之人再出去咬人，惹得人心惶惶，外人不敢再进入春水村。而你们就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对吗？
男人睁大了眼睛。你都知道？我现在想知道，当初第一批患病的村民，他们还在吗？男人摇头。都死了。虽然早就料想到是这个结果，但是亲耳听见，他还是觉得有些无法接受。那些村民已经死了，然而幽冥组织的人却还没有撤离，所以他们应该还有计划在进行。这个计划和三皇子他们有关吗？你们将三皇子抓住了？男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这个女人，她似乎什么都知道。她虽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流之辈，此时却睿智冷静的让人觉得可怕。是。她的声音竟然不知不觉中有些颤抖。三皇子和他的亲卫被关在后山上的一处地道之内，对吗？是。男人原本只有声音在颤抖，听了他的这句话以后，他全身都在颤抖了。在幽冥时，他在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幽冥组织在10几年前为了寻找一个女童险些覆灭，而他们当初抓的那些女童之中，其中一人便是白小玲。他虽说不知道当初幽冥组织寻找那个女童是为了什么，不过那应该不是一件小事儿。带我们过去。好。白小玲审讯完毕，沈从清一脸自豪，他没说一句话，自家的小媳妇儿就已经审讯完了，以后可有他的软饭吃了。不过话说，吃软饭的感觉真的不赖呀，别人可是想吃软饭都吃不了呢。几人刚好出来，就碰上了贺连玉。贺连玉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见了沈从清，立马走了过去。沈将军，本公主饿了。沈从清皱眉，怎么这种小事儿他都得来对他说？而且现在他有正事要做，可不想在他这里浪费时间。让梅香解决。他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一手护着白小玲，一行人打算往后山的方向走。他对白小玲的小心翼翼刺痛了贺连玉的眼，贺连玉一下子跑到沈从清和白小玲的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要去什么地方？就以贺连玉的性子，若是这件事情让他参与，一定会坏事儿。梅香，送三公主回房。梅香怯生生地看了贺连玉一眼，她虽然现在的心是向着沈从清他们，不过她真不敢在这个时候送贺连玉回房。吴顺一看见三公主就是气。三公主，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房中。贺连玉用鼻孔朝着吴顺，你一个小小副将也敢对本公主这么说话？本公主告诉你，若是本公主将这件事情告诉父皇和母后，你们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白小玲淡然一笑，骂街这种事情要男人来做真的不太合适。她对贺连玉笑着，三公主，你除了要将这件事情告诉皇上和皇后之外，还有什么招数？白小玲此话一出，所有亲卫军都呼出了一口气。贺连玉这段时间都用这句话威胁他们，真是苦不堪言。还好现在夫人来了，夫人这么噎他，真是解气。贺连玉指着白小玲，你……白小玲依旧笑着，我差点忘了，三公主还可以说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太子和云骑将军，是这样吗？白小玲，她叹息一声，唉，公主呀公主，你真是傻。若是他们真为了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为难自己的臣子，这要让他们以后如何服众，如何得人心啊？你身为他们的亲人，做的不应该是坑害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贺连玉听了白小玲的话，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儿。白小玲，你这是对本公主的大不敬。那么公主要将这件事情告诉谁呢？贺连玉憋得满脸通红，他一扭头，然后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亲卫军们见此，一个个脸上兴奋，等到看不见贺连玉以后，他们一个个说：嫂子威武，嫂子威武。这段时间大家受苦了。是呀，这个三公主真是一言难尽，每日都来妨碍他们，影响他们的心情，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在春水村1个月毫无进展。他们往后山而去，
白小玲看了果林一眼，果林之下其实尸横遍野，每一具尸体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何时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然后他们继续跟随男人往林子里面走。这片林子越走越深，四处荆棘，已是很不好走。白小玲的裙子不是被荆棘划破，就是被树枝给扯住。沈从清见此，他一下子将她抱在怀里。他微微挣扎了一下。哎呀，做什么？大家都在呢。无妨。他可舍不得让他摔一下。他们又走了一阵。还有多久？男人被绑着手。沈将军，那处地道入口极其隐秘，是在林子的最深处。另一边，赫连玉本来待在屋子里，为了防止他逃走捣乱，他的门口还有2名亲卫守着。赫连玉越想越气，他恶毒地看了梅香一眼，梅香被吓得一颤，然后默默远离了他一些。梅香，你过来。公主，快点。梅香扭扭捏捏过去，当他快要靠近他的时候，赫连玉将他一拉扯，然后在他的胳膊上使力掐了一把。这一次赫连玉用了死力，他掐住梅香以后还360度扭转了一下，梅香一下子尖叫出声。门口的亲卫军听到梅香的尖叫声，他们进屋查看，却被躲在门后的赫连玉用瓷罐砸晕。赫连玉拉着梅香就往外跑。公主，这是要去哪里？赫连玉转身就给梅香一个大嘴巴子，他压低声音道：“别说话。”两人逃出了沈从清的阵地，往后山跑去。梅香已经明白过来赫连玉想要做什么，现在无论赫连玉还打不打他，该说的话他都要说。三公主，沈将军是去执行任务去了，我们不可以跟着去。凭什么白小玲能跟着去，本公主就不行？赫连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没看清脚下有一个大坑，一下子摔了下去。他刚准备骂人，一只脚陷了下去，然后便是一股恶臭传出。赫连玉闻了这气味，他打了几个干呕。他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脚下是一团湿湿黏黏的东西。他拔出自己的脚，看见鞋子上面沾着的那些内脏腐烂物，赫连玉大声尖叫起来。他刚才是踩碎了一具尸体的胸腔吗？反应过来这一点，赫连玉就朝着土坑往上爬。他一边爬一边喊：“梅香，梅香，快来拉我起来！”梅香朝着赫连玉伸出一只手去，赫连玉一下子拉住他往下扯。梅香没有站稳，一下子被赫连玉拉入土坑之中。赫连玉来不及想太多，他将梅香往脚下一按，然后踩着她就往上爬。公主，将我拉上去吧。赫连玉却是恶毒地看了他一眼。梅香，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你这段日子与那个吴副将眉来眼去，你表面上是本公主的宫女，其实心里向着他们，你就好好待在这个尸坑里面吧。赫连玉说完这句话，他就朝着林子里面走去了。梅香大喊道：“公主，拉我上去！”赫连玉毫不理会，他进入林子以后，然后朝着草被压倒的方向走。由于有大部队往这个方向走过，那些伸出来的荆棘都被砍掉，所以不难走。我这是为了什么才跟着沈从清来了这个鬼地方？而他一心只有白小玲，他将一个乡野村姑当作宝贝，却将我这个金枝玉叶随意丢在某个地方，真是气死我了。他开始扯着嗓子喊：“沈从清，沈从清，你给我出来！沈从清！”他的声音在这个林子里面传得很远，但是除了惊起一群鸟儿，并没有什么效果。在地上坐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朝着那个方向继续走，一边走一边喊：“沈从清，沈从清！”走了一会儿，一个黑影闪到他的身后，他心中欢喜，因为今日沈从清就是穿着一身黑衣，他以为是他听见声音，然后出来寻他来了。他刚一转身，却被一个手刀砍晕。黑衣人看着地上晕着的赫连玉，他的嘴角浮起一抹笑意。
原本他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没成想却被沈从清和白小玲找到了地道口，导致三皇子赫连觉和他的亲卫无法在短时间内转移。男人将赫连玉扛进地道深处，赫连觉四肢都被铁索绑着，他低垂着头，身上也有不少伤口。三皇子，你看我将谁给你带来了？赫连觉冷哼一声，并没有抬头。男子轻笑一声，你的妹妹赫连玉。他听到赫连玉三个字，然后猛地仰头，看见了被男人扛着的赫连玉。玉儿怎么会？男人将赫连玉放在地上，他淡淡说，听说他是为了找你，偷偷溜出宫，然后来了这里。你放了他。男人笑了一声，他的眼睛不时地扫着赫连玉的身体。三皇子，请您用脑子想想，您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您连您自身都保不了，我会听您的话。男人一口一个您，将讽刺的意味说得淋漓尽致。赫连觉也知道他并不会听他的，但是看着赫连玉此时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样子，他有些慌。他是男人，不过就是挨打受伤而已，而他不同，他是女儿家。男人蹲在赫连玉的身边，一只手勾住她的衣襟，然后往下一拉，露出雪白的皮肤大片。这一幕刺激了赫连觉。你这个妖邪，你要做什么？不许碰他，放开他！好一个兄妹情深呐！他为了你只身前来送死，而一向冷静的三皇子为了他失去理智。尊贵的三皇子，你若是不愿意看见你妹妹在你眼前被剥光凌辱，就答应我之前的提议，如何？你他一旦答应他，那么他堂堂三皇子赫连觉就与幽冥组织同流合污了。无论他是什么理由答应了他，那件事情一旦做了，就无法得到饶恕。男人的手继续用力往下拉，站在他旁边的黑衣男人们咽了咽口水，恨不得立马冲上去将这个绝世美人给包光生吞。住手！三皇子，那你答应吗？他并没有住手，而是继续脱赫连玉的里衣。赫连觉得脑子很乱，如果他不答应这个男人，那赫连玉该怎么办？她是他的三妹，她长大了虽然刁蛮任性，但是她小时候却时常追在他的身后，叫着他哥哥。他怎么能亲眼看着自己的三妹在这么多人面前被脱衣凌辱？住手！我让你住手！随着他的怒吼，他身上的铁锁全部咯吱作响。看三皇子的模样，三皇子似乎是很纠结呢。三皇子害怕连累莲妃娘娘，也害怕自己的三妹遭人凌辱，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真是让人好难选择。不过三皇子，我提醒你一句，若是沈从清和他的亲卫军全部死了，你和我联手这件事情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了。到时候你既可以保住你的母妃，还能保住你的三妹。三皇子，你可得好好想想，